许多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就是因为我太在意你的感受了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想象你温柔柔软指尖。对不起。受北方寒潮南下影响，今晚申城突降大雪，这也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。预计此次降雪将持续到凌晨。受到此次降雪影响，明早路面会有部分积雪，请市民注意出行安全。而未来几天，随着寒潮的南下，温度将迅速回升，请市民注意增减衣量。一切的问题，在雪中的这个对不起之后，都变得毫无意义。不管是因为什么而开始，结束的这句对不起，就已经让一切都结束了。为什么那么近，却又那么远？远的我似乎只能说一句：没关系。许多。
情况？是你们撞的我的车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前面的车都走着呢，你这突然停下来了。车走着，我没突然停下来，好吗？是你们撞我的车，这也没什么事。我现在要打电话报警。报警！你看你这车有事吗？有事啊？你是不是想没有刮到我们这儿？我没有讹你们，是你们撞我的车。不是，阿姨，先别。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谢谢。把手给我。我自己来吧。不是什么事儿都非得自己来。可有时候，这个世界上，不就是只有自己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身边还有个我呢，你记住了。我声明一下啊，我很尊重女性，没有任何歧视。你就是个女人，别把自己活得跟个爷们儿似的，爷们儿都没你活得累。别那么死盯着我，会害羞的。哎。你这个男人啊！我怎么了？坐。谢谢关总。喝点热的，暖暖身子。谢谢。有一部日剧叫什么来着？逃避虽可耻，但是有用。我觉得今天一上午的逃避啊，还真的挺管用的。我这手机静音半天了，不知道会不会炸。你今天的情绪跟他有关吧？你要不想说就不说。这雪下得莫名其妙，瞬间就来了，完全不是时候，然后又瞬间走了，只留下一片泥水。确实是有点莫名其妙。然而这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的，时间能证明一切。这马路上不又顺畅了吗？
坐一会儿，歇一歇，你这心里边是不是也顺畅些了？别把所有压力都放在心里头。我认识的许多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天气影响自己。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有。这一路走过来，我们经历过什么，我们心里清楚。这点儿算什么呀？你看啊，你和这个城市一样，从头到脚焕然一新，那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心情，拥抱下一秒？徐总好。哦，徐总，您没事儿吧？我哪有什么事儿？把上次 IC 的战略要点汇总成 Keynote 发给我，最迟今天晚上下班以后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许峰，稍等。雨季就要到了，动物们面临迁徙，这是它们最悲伤，也是最动荡的日子。来了。哎，臭小子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啊？爸爸 ，surprise！ 路过你这儿，我说先给爸爸打个电话，他呀非得当面给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爸爸，这你都不知道吗？后天是24节气的立冬，立冬后就代表冬天要来了。刚好我们学校要按照新的空气计划启动，这样我们立冬休息2天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？学校里啊，老师希望家长陪同，和孩子们一块儿去大自然啊，观赏美景。哎呀，爸爸想要不爸爸请个假陪你一起去好不好啊？我本来想带他去公园的，结果，咱们也要到一节河呀。再说了，每个人都有假期的呀。爸爸答应你好不好？那等会儿，那今天晚上就住爸爸这儿了，好不好？爸爸最好了。哎呦，他可满意了。哎，那我先回去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乖啊，啊，听话啊。走了，拜拜，再见啊，再见。你的机器啊，怎么还那么弱呀？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快加，一起玩。哎呀，太子爷今儿哥哥确实是没什么心情。哎呀，当小孩就是好啊，无忧无虑的。金哥，过来吧，叔叔陪你玩。你们受伤了？受什么伤啊？我考试没考好，正式训练崴了脚，周末不能跟爸爸一起过。吉被打屁股之后，也是这种表情。那你受伤的时候你怎么疗伤的呢？玩呀，跟我一起参加立冬活动。我可不想去公园，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。那你跟爸爸说我想去哪儿？我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还说走就走，从哪儿学的？
去哪儿？爸爸，人家小梦、小宝都说要去公园爬山了，我可不想去公园。公园是小孩子去的地方。我你这是个男人了，要去爬真山。走，咱们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就别烦你几个叔叔了，他们心情不好。你要想去的话，我爸忙完了之后，我带你去见见。他们到底怎么了？苍鹰翱翔天际，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畏惧，永远向上，自由飞翔，去搏击长空。你们听到没？要像鹰一样，从不畏惧，搏击长空。金刚虽然只是个孩子，但是他的话，却给了我们哥4个莫大的提示。3世豪级酒精事故，沉重的生活和复杂的情感，似乎已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勇气。生活、工作、家庭，似乎都到了人生瓶颈。这会儿出去走走，也许会寻找到新出路。我们真的需要一次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当然，再不顾一切，可我们的说走就走，还是得先上班儿。哎，学姐。哦，对。我这次请假是因为你是说薛总已经批示了是吧？好嘞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钱店长，你的假我批不了。商场这次活动呢，主要是针对 VIP 客户充值和消费双倍积分的活动。商场要求所有负责人必须留守店内。你要真有什么事呢，你可以找刘总，啊不，嫂夫人商量商量。反正这都是你们家事嘛，啊。现在是餐厅旺季，你说今晚要调个班儿，为你的兄弟比赛加油，我同意了。哈，你倒好，得寸进尺，还要请1天的假。对不起。除非你辞职，或者病得不能自理，否则批不了。哎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小瓜，之前那件事，你做得很好。崔老师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，你很有担当，扛下了这件事。否则如果传出去，确实对崔老师很不好。这件事是我错怪了你。其实也没有，我还是有责任的。不过都过去了，现在呢，就专心准备好晚上的历史大赛。拿下冠军，然后好好去休假。好，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。首先，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比赛的赛制。我们的比赛将分为3轮，第1轮是抢答题，第2轮必答题，以及第3轮的辩论题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1题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农民起义是什么？公元993年。北宋初代，王小波和李顺在发起青城起义的时候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。好，恭喜国立大学回答正确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第2题。唐初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最高决策的会议是什么？政事堂会议。好，回答正确，恭喜财经大学。
好，我们的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可以说场上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和紧张。我们也共同期待场上究竟是哪一方才能够获得今天的冠军。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。不行了，我这招是不是太狠了？不是你也知道啊，我要先去战斗一下。什么主意不好出？出么馊主意？大哥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我非常可以理解。我们可以吃些蹄膀啊、肥肉啊，喝些油的汤啊，再吃点冰淇淋，哪怕吃辣的也行啊。不是你这个猫粮是几个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有一次我不小心吃到了岳子倩给流浪猫准备的猫粮，那叫一个酸爽，立马见效。哎，男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这搞不了，真的。夏小飞，俗话说得好，人不狠站不稳。你要对自己不狠，你怎么拿到病假条啊？你拿不到病假条，你就失信于兄弟；你失信于兄弟，你就不是男人。你连男人都不是，女人能喜欢你吗？你想想刘胜男，想想岳子倩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千万报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所以我认为，也许在当时不被礼法所容，但是站在现在的爱情观和人类心理学的角度上，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应该得到祝福的。对于郭老师的观点，我表示无法赞同。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，您的爱情观点是什么样的？对方辩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女学生表白的历史老师，这种师生之间的情愫也是悖于常人理解的吧？对方辩手难道是在为自己辩解吗？主持人，我觉得对方辩友存在人身攻击的嫌疑。请对方辩手不要把问题引入辩论方。我只是就事论事啊。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国立大学来回答。从古至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。在这样境况下的两个人，孤独的灵魂相互吸引，这是必然的。相比于现在，很多人说着相爱，却因为小小的阻碍就轻言放弃。所以，这份爱情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所尊重的吗？你是谁？主持人这可以随意发言吗？我没有随便发言，我是国立大学第4位辩手艾米。因故迟到了，在这里想跟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，也因为情急，所以突然发言，对不起大家。这随意发言不公平吧？我还有话要说。我就是你口中郭老师表白门的女主人公。不过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，我跟郭老师一直是非常清白的师生关系，我很欣赏他，他也非常尊重我，所以所谓的表白其实就是场误会。不过呢，对方辩手把这样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辩论中，作为本场辩论的论据，来攻击我方选手的人品。我想问大家，这算不算公平啊？不算。所以，我申请加入本次辩论，不知这算不算公平？算。艾米，郭老师，刚才太感谢你了，幸亏有你，你应该留下来，跟我们一起分享胜利啊。不了吧？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毕竟我中途溜了。而且郭老师你也不用感谢我，虽然我快毕业了，但是我永远是国立大学的一份子。还有那件事情，知道你也挺在意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不会有人放在心上的。那件事我确实……哎呀，别啰里吧嗦的了，说了不会放在心上的，你快去庆功吧，走吧。艾米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就回来找郭老师。知道了。
找谁呢？啊，恭喜啊，又拿一冠军。嗨，对呀，昨天出来还有小四个呢，他们怎么一直都没进人呢？刚才不就在你们旁边坐着呢？我刚才没有看到他们。急性肠炎，病假2天，需卧床休息，搞定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还好我哥意志力坚强。哎呦，等！哎呦，你别慌我，不行，我要去战场了。哎呦，等我回去。哎，我说咱们又爬个山，你们带这么多东西干嘛？还住呢？哎呀，我操！还弄哨子，怎么了？那个到山上 BBQ 多好玩啊！你要出去玩，就玩尽兴一点，对不对，金刚？这些东西去年双11买的，都没见过天呢。哎，正好能用上，挺好的呀。就懒得收拾东西。要带上养乐多。好，拿着。来，给我坐，这装这儿，再来。爸爸，哎，我们能带着这个吗？非要带它干嘛呀？我们可以在山上放飞它，让它像我们一样自由翱翔。别带了啊！带了，来给我。哎，放在你杰森大爷的包里啊！来，去你的去！对，金刚，咱们5个好不容易一块儿出去玩，想带什么玩具全到我这儿啊！我跟你说，现在卷儿纸最适合你俩。嘿，你谁呀？你啊，我来找金刚。进来。金刚，看谁来了？听说你明天要去爬山了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医药包，里边呢有感冒药，还有拉肚肚的药，还有创可贴。但是你吃的时候要问一下爸爸。最主要的是这个小车车，如果在山上有蚊子欺负你的话，你带上它，它可以保护你。谢谢石头阿姨。哎呀，那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？对呀，谁来保护我呀？我保护你俩呗。哎，我谢谢您啊，客气了。哎，金刚过来，拿点吃的，我把巧克力带来。我那一天跟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认真的，就记下来。等我回来，咱们2个好好聊一下。好，我等着你。车轮滚动，我们远离熟悉的城市，奔向未知的旅途。这让最近压力重重的他们3个放松了下来，而我却有些焦虑和不安。然而，路途向前，渐渐的，我却突然有了一丝期待。这蜿蜒的公路，犹如人生，即使未知，却总要向前。哎，哥几个，你说咱这次郊游会不会跟那个美国大片一样，咱们来个艳遇什么的，会吗？想多了吧你，好好开车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压着什么了？有石头吧？那你看见胎压？左后轮胎压不对了。啊？停下，费劲呢。哎呀。这个怎么了？
扎胎了，扎胎了，那怎么办？备胎啊，换胎吧。来，换。这小火炉。好，这个插着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小心。不是工具箱呢？千斤顶呢？你这车后备箱太小了，我要装那个 BBQ 的烤盘，我就把工具箱和千斤顶都拿出来了。不是大哥，跑长途这点常识你不懂吗？谁能想到轮胎会出问题啊？现在怎么办呢？你手拿手拧，要不？哎呀，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打救援电话吧。救援车过来最起码2个小时。我不想回去，我想爬山。这大儿子，这怎么还哭了呢？啊！爸爸倒是有一个办法。过来，兄弟们过来。等一下听我的啊，保持微笑，甜美，亲切啊，亲和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！哎，这大拇指收啥？哎，微笑啊！哎，有一车过来，来，准备啊！来了，微笑。还真有一个。停车了。哎，我听说你们也是住云顶酒店吗？哎，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啊，我们也去那里。好呀，好啊，可以呀，这是缘分啊！你看给他们浪的，你信吗？他们绝对跟女人在一块玩。你刚呢？半个小时以前不是去你木屋说找你跟杰森玩吗？没有啊。出什么事了？什么？兄弟们过来。等一下听我的啊，保持微笑，甜美，亲切啊，亲和。来车了。哎，这大拇指收啥？微笑啊！有一车过来，来，准备啊！来了，微笑。还真有一个呀。停车了。说早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这里风景这么好，来拍照吧。好呀。那个，要不然我给你们拍。妈的！你们不帮你们朋友修车吗？没事，他天生会修车，没事，不用管他。那个，你们那个就你们这样转过来之后，光是这么照的就会好看一点。对，这样。哎呀，站路上拍太危险了，咱们到隔离栏外面去拍吧。我说你仨真有正事儿啊！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听说你们也去那个缥缈山，也是住云顶酒店吗？我哪个朋友跟你说的？这个。哎，就是他。哎，但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啊，我们也去那里。好呀，可以呀，这是缘分啊！行，那这样，我们车在前面走，然后你们车跟着我们。哎呀，
咱们一会儿见。那等一下见吧。拜拜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，走走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来，这个，来，爸爸带你去外边看一眼。来，走了，站住了！想要去缥缈山。缥缈山。郭老二，哎，来，大叔们，我们来提一杯吧。有2点，第一，我们不是大叔，我们是小哥哥啊。第二，我们并不怂。对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Hello， 花粉们，我已经到达目的地喽，给大家报个平安。Hello， 现在呢跟几个小伙伴们在一起。这是搞什么呀？这是啊？大叔，你是2G 冲浪吗？这你都不知道呀？大叔，你们是不是不刷短视频呀？开玩笑呢，我是时尚弄潮儿啊。我今天呢只是涂了一个很淡的妆容哦，就是只打了粉底液，然后睫毛膏，还有一点点腮红，好看吗？你们想知道腮红的链接吗？在下面哦，点链接就可以啦。边上的帅哥是谁啊？啊？边上帅哥是谁呀？哎，有人想看一下边上的帅哥是谁耶？说话呀，你别怂啊！别怂啊，你快说呀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向小飞。我哪儿怂了？说呀。来一段，哎呀，展示一下你的才艺。来一段啊！Hamdonk, Hamdonk. The left still, I do know reson. Out non, lamna puan the bach, the donna puan the heaver. 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厉害！厉害！他这一节呀是节选自法国诗人拉马丁的诗歌《湖》，我个人呀最喜欢翻译家李亨基先生的版本。良宵岂能虚度，爱恋须及时。珍惜这千金一刻，生本无归宿，岁月浩茫无极。我们是百代过客。哇，还是郭老二有文化，博学多才啊！郭老二，手动点赞，郭老二。2位大叔真帅，老来狗。这是花姐最有文化的一次直播哎。啊！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我的粉丝啦？居然说这2位大叔更比我适合当网红。这我也声明一下啊，我们其实并不是不想红，我们只不过要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如果我们想红的话，我们早就是最牛的网红。是呀，而且我们认识很多网红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夜姐不约，你们认不认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她男朋友，今夜姐夫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是她男朋友啊？就是那个最毒辣、最鸡汤的那个情感博主。就是他。哇，今天活出了一个野生博主啊！你以为呢？野生博主啊？那你给大家录一段。我也播一下，那就我也播一下吧，来。你播一下。各位网友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夜姐夫在，今夜姐不约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我在 Feel 餐厅，欢迎你们过来找我哦。打广告你还？那我的粉丝去的话，报我的名字能不能打折呀？可以打折，打骨折。来，同宇，童宇，
难得能遇到他们4个，还玩什么手机呀？来，别玩手机了。哎，你别。碎了。我赔。别生气啊。这样吧，咱们今天晚上既然出来玩来了，咱们全陪着捅，也不碰手机了，怎么样？都交由我来保管。OK， 没问题，我第一个带头。来。那行，那我也上交，来。哎，彤，你别不高兴了，你要真有什么急事，你用我的手机一样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来。还真生小飞气呢。生他气干嘛呀？哎，其实咱们几个还真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不想回家，一个在闹别扭。这么长时间以来啊，今天晚上还真是第一次把所有心事都放下了，放放松松的玩。哼，干他们！多开心啊！来，老王，爸爸，我好想陪我玩的。想玩什么呀？走。快点！多多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看给他们浪的。李杰森居然说他是满血复活，他以为他是火焰中的萨拉姆女巫吗？你信吗？他们绝对跟女人在一块玩。这又怎么了？差不多撤了吧？啊，今儿挺开心的，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几个大叔挺好的，不是小鲜肉，也不是腊肉，不油腻，熟的刚刚好。还以为会有点什么故事呢。能有什么故事啊？他们俩不属于我们。快点吃，吃完之后咱们今儿的任务就是登顶缥缈山。不是你穿成这样还登山呢？我看你像跳街舞。穿成这样怎么就不能登山了？多好看的鞋子！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自己吃呢？金刚呢？半个小时以前不是去你们屋说找你跟杰森玩吗？没有啊。会不会在酒店里玩啊？不是你俩，别跟我闹啊！真没有啊，没跟你开玩笑。金刚，我去屋里看一眼。金刚。哎，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朋友，就背了一个那个后边一个有小老虎的一个书包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他好像是去那边抓虫子去了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您啊。你在哪啊？
金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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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刚。金刚，金刚，金刚，金刚。金刚，金刚，金刚，爸爸，金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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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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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刚。啊！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哨声啊？是金刚。出发前许多给了他一个应急包，里边有一个应急哨。这方向从哪边来的？这边。哎啊！你给我站好了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看见了妈不开心，想跟你说点小虫子回来逗你开心，你别不开心了。跟爸爸说捉到了吗？啊？捉到了，但是瓶子被我刚才弄丢了，你别不开心了。是爸爸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啊。金刚不哭了，行不行？好了。唉。想想，行了，看给你几个叔叔担心呢。哎呀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你回去了，走，走了。这路这么陡啊，注意点啊，注意点安全啊！我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没走过这么陡的路啊。肯定，哎，等，肯定没走过呀，哪有这条路？有这条路我都不敢上。咱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呀？啊，现在太阳是朝西的，我记得咱们刚上山是从东边。看一下地图，哎，上小车啊。不小心弄坏的，我回去给你买一个。不是用你给我买新的，我现在不是想用吗？我说了不小心弄坏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干嘛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不说呗，别吵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又不是没手机用了，不全在这儿呢吗？来，哎，我来，慢点。哎，小飞，小飞。抓紧了！哎，托儿，哎，托儿，哇，快点，快点，用力！啊！快用力！啊！快用力啊！哎，我回来！哎，啊，哎呀，啊，
没事。哎呀，哎呀，头。没事。怎么可吓死我了？啊？要哭啊？是，哭什么呀？我汗滴到眼睛里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下面挂着的时候，在那边，看那边有条路。你小子可以啊，命都差点没了，还看路呢？那肯定要看一眼了。赶紧走吧。哎，走了。膝盖有点痛。哎，能走吗？哎，没事，先坐会儿。咱们先上去，先上去看看。行，慢点，慢点，不稳。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干嘛？郭愁和童宇都不接电话，你赶紧给杰森打一下。我不给他打。我说认真的，给他打电话干嘛？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给你看啊，要不是我粉丝跟我说今夜姐夫在出现在网红花花的直播里面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么浪。出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我说。看点路啊。郭老二，啊，你扶着他，跟上啊。小飞，你说那下山路在哪儿啊？我记在前面啊。走走看。我那时候看见的。慢点啊。哎，走了。哎，这不是我水壶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别想了，肯定绕一圈又绕回来了呗。天黑了，咱们继续走也不太安全了。我听说这个山里没有狼。嗯，你别吓我，我没吓你，咱们找个地儿赶紧生火吧，天亮之后再走。行，那边，慢点，小心一点啊，慢点，金刚。来，金刚，手给我。这昨天也是篝火，今儿也是篝火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我今儿还差点死。闭上你的乌鸦嘴吧！什么死不死的？兄弟们，对不起了。要不是为了出来陪金刚，你们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呢？别这么说，这事跟金刚有什么关系啊？金刚，别听你爸爸说啊，这不就是哥几个自己想出来放松放松吗？而且咱们不玩儿挺开心的嘛。对呀，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挺开心的。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，除了爸妈以外，我生命中最亲的所有的人都在这儿。我就算走不出去啊，能跟你们几个在一起，我也知足了。我也是，我李杰森吃过的苦、遭过的罪、挨过的穷也不少了，但只要跟你们在一块儿，干什么都行。今天之前呢，你们三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哥们儿，一辈子的兄弟。从今儿开始呢，你们三就是我救命恩人，我这个小命儿是你们三个的，我爱你们。其实我也挺爱你们的。那我也爱你们。我想跟哥四个一起抱抱。哎呀，爱你们！来，还有我，
还有你，还有你。哎呀，上。Hello， 花粉的宝宝们，你们好。我们昨天已经离开缥缈山喽，现在来到的是湖边的客栈，给你们看，太阳快下山了，特别安静。怎么有人问昨天的4位帅大叔吗？哎，特别没意思，我们玩了大半天，然后各自回屋了，今天早上就分开啦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subscriber call does not answer. Please try later. 走呗。好安静啊！咱们哥4个好像好久没有这么安静的在一起了。从毕业之后，咱们几个聚会，不是 KTV 就是聚餐，要不就在你们家喝酒，整天闹哄哄。现在想想，最近一次这么安静，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。停电那回吧？你说的是毕业之前的烛光茶话会啊？我去，那次，我记得那会儿我在洗澡吧，然后你们不是在看书，就是在上网玩游戏什么的，然后就啪的一声就没电了。我说你也是的，你充个电，你不能多充几个字儿吗？多充几个字儿？你以为充电不要钱啊？那个时候一次充200块钱，还得勒紧裤腰带呢。我记得我让小飞去买电，小飞说他第2天早上要上早班，得早睡。让你去，你说你踢球把脚崴了。我一看彤在那抱着电脑赶工呢，想那就我去吧。电卡我还没找着呢，彤就把蜡烛给掏出来了。我当时拿蜡烛啊，是为了过来工作的，不是跟你们聊天。就看给你们3个兴奋的，就是咱4个就聊了半宿。是。那一晚，我触动特别大，我当时就发誓，我李杰森，有朝一日，充电费必须1000的充，绝对不会在乎钱。我当时说了那么没品的话吗？那你就是这么说的呀。我，杰森，你的志向就这么远的。哎呀，一转眼16年，真快啊！你说这16年啊，看着挺长，没想到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。真的就是一眨眼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挺喜欢以前的自己的，只是现在的自个儿，我不太喜欢。我太喜欢逞强了，把什么都放在面儿上，给别人看。其实你们几个很了解我，这日子我过得其实并不太幸福，或者比你们想象的更加不幸。有时候我闭上眼睛，就会出现一个画面，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面，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别的家人陪我，挺可悲的。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吧，我就跟你们几个拉开了差距。现在呢，一样，跟你们都有距离。你看看你们，都挺稳定的，买房的买房，买车的买车。我呢，我也想买呀，可是我就挣那么点钱，而且我还是月光族。我就想着，人生苦短，不能苦着自个儿。你看，
眼看着这3年都过去了，我还是一个助理厨师。哎，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的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呀？我都已经忘了我曾经的梦想是什么了。嘿，你说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啊。生活本来就不易，平平淡淡的挺好。我决定了，如果说这次我们能安全走出去的话，我得跟盛德好好聊聊。我得告诉他我爱他，我想跟他在一块儿，我得保护他，我得照顾他一辈子，好好跟他过日子。我得告诉他这些。那我也要跟岳子倩说，我要跟她说，我李杰森，我不想再混了，我要改变。宝儿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说关键点。你说可以啊，但什么假扮情侣这些话你就别说了。对啊，捞点干货。你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还有那个人。他曾经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美好，就将我的生活彻底击垮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。他是让我从黑暗走向成功的动力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同意一定要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。我就这样慢慢的依赖着他生活在我的世界里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天我突然间很害怕这种依赖。因为我发现我不敢去爱一个人了，我不再相信爱情了，你们懂吗？直到许多出现，它是那么的美好，它让我改变了之前我所有的不好的想法。但是我想，我还需要时间，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，这样对他来说才是公平的。可是时间是不等待任何人的，就像咱们聊天的过程中，时间就已经流逝过去了。你可别让它也过去了。时间应该留给对的人。对吗？啊，你好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有4个男生，高高的，然后住到你们这个酒店里来了，你有见过他们吗？啊，对，我是他的朋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？倩倩，又怎么了？金刚早上起来就不见了，他们4个去山里找金刚，就再也没回来了。金刚对我说：“你在那儿看着他，看着我们。你过得还好吗？”金刚很想你，
总是会有意无意的提起。我也很想你们，不过看到你们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倒是你，挺让我担心的。你总是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。其实你可以和我说的，我在这儿听着。知道了。过去的一切让我现在变得很疯狂。不再相信所谓的，直到他出现。他脾气很差，很倔强，很要面子。你说的不就是你自己吗？是挺像的。童宇，一切都在流逝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唯有感情。所以你就跟着你的心向前走吧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人总是要向前的，对吗？你知道的。我希望你幸福。谢谢你。这行吗，多多？姐当年跑过66号公路，上车。爸爸，哥，行了，小点声。冷不冷？爸爸，你是在看星星吗？是啊。你是看见妈妈了吗？刚才妈妈跟我说，希望金刚可以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快点长大，这样妈妈就会很开心了。我会的。爸爸，你别太想妈妈了，不要难过，反正妈妈就在那儿。你看，我就不难过。想妈妈的时候，就向上看看就好了。爸爸，你看，有好多星星啊，都在一闪一闪的，他们应该就是好运的人吧？你知道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在看着他们想念的家人呢。他们好棒啊，在天上自由自在的，一个一个看着吧，好像可乐可乐。但是仔细看看呢，又好距离的样子呢。每颗星星都不会互相撞到，而要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对，爸爸，你看，他们像不像咱家你电脑上的那些小点点啊？他们好像还在动呢，真的好有趣哦，好乖。
太感谢你了，我的大儿子。爸爸，怎么了？是个小天才啊！爸爸，明天我们能回家吗？放心吧，爸爸一定会带你回家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爸之前不是给这个无人机装了一个音乐播放器吗？刚才爸爸把我们所在地址和发生的状况都录下来了，只要有人发现了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，过来救我们。我们是缥缈山云顶酒店的客人，寻找出路。希望收到这个信息的人能够向我们提供救援。那真得快点啊！水跟食物都没了。附近有一条小河，应该是西南向。那可以啊。最后一口水在你嘴里。哎，试一下。不管怎么样，半天之内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下山的路了。准备一下，收拾，出发吧。来吧，赶紧收拾吧。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往哪边啊？这边。哎呀，这树林可真是邪门啊！看着也不大呀，怎么就是走不出去呢？啊，方向不对呗。你们现在想不想来吃个腰子？30口小串，吃个百叶，再来一箱冰镇啤酒啊！你可别说了，你这是出幻觉了吧你？咱们哥4个什么时候放弃过？难道说这就是咱们的终点了？哎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还有希望呢。对呀，咱们接着走，走个3天3夜，也要走出去，啊！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啊？哎，我们在这儿！哎，在这儿了！这里！这儿！哎，这儿！这儿！哎，哎呀，慢点，走了！哎呀，这边！来人呐！慢点。本台消息：近日被困在缥缈山的5位驴友，经过森林消防救援队不懈努力的搜索，终于找到。据悉，受困人员虽身体状态疲惫，但均没有生命危险。在这儿奉劝广大市民，初冬时节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尤其不要进入没有开发的野山郊区进行游玩。你不能死，你怎么能死了呢？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去，出去玩了一趟，我怎么说不出话了？浑身上下怎么都动不了了？不就膝盖受损吗？你要是死了，金刚难道我成植物人了？你兄弟们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呀？
行了。我擦干净了。嗨，这晾晾就干了，你这臭。金刚呢？金刚没事，先被他姥姥姥爷接回家了。看来咱兄弟们可以一起喝冰镇啤酒了。哎，你先别想着冰镇啤酒的事儿了。不是你刚说别哭了，谁别哭了？谁也没有啊？哎，冰镇啤酒，你是暂时喝不上了。百生说了啊，你得留牙观察3天，得做个全身的检查，别以后留下后遗症了。慢点，没那么严重，没事。哎呀，那个谁，许多，他没跟咱们来。哎呀，不过我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是因为他。怎么了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这儿的？是2位女士发现了你们放出的无人机，报告给了救援队，就那2位。许多，来，赶紧先上车吧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走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走了，快上车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快，谢谢。他来了。什么东西？睾丸师练得挺好啊。谢谢你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他是成年人，自己该对自己负责。他急躁的性格导致必然的结果。徐小姐，怎么了，白医生？刚才因为我不高兴了吧？就这样吧，好吗？再说一遍。